多重魅力，探寻明星杨紫独特魅力之源。杨紫作为中国影视界的新生代明星，以其多重魅力广受观众喜爱。不仅是她出众的外表，更是她独特的性格和才华深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我们一起探索杨紫的才华、品味和人格魅力，领略她独特的魅力。杨紫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大批粉丝的青睐。在电视剧《家有儿女》中，她饰演可爱机智的小女儿杨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随后，杨紫挑战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角色，在《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等剧中展现了非凡的演技。她能将不同性格的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把观众带入剧情中，让人感动不已。杨紫在时尚品味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无论是日常穿搭还是红毯造型，她总能给人带来惊喜。杨紫善于将简约与时尚结合起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她敢于尝试各种不同的着装风格，时而帅气干练，时而甜美可爱。她的穿搭总能展现出她独特的个性和品味，成为时尚典范。杨紫也凭借积极的性格和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她勇于挑战自我，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工作，从不掉以轻心。同时，她也愿意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年轻人勇敢前行，追逐梦想。她的乐观积极影响了更多人，成为人们心中励志的偶像。最后，杨紫的人格魅力也是她如此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谦虚友善，真诚不拘小节，得到了很多合作伙伴的好评。她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虚心学习，与人相处融洽。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年轻一代的新形象，成为众多粉丝心中的好偶像。杨紫之所以拥有如此多的魅力，与她出色的演技、独特的时尚品味、积极向上的性格以及善良真诚的性格密不可分。她凭借实力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成为影视界的佼佼者。随着她的不断成长和进步，相信她的魅力会不断爆发，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02待播剧景气指数排行榜，《长相思》登顶荷花楼，《安乐传奇》上榜。最近影视圈可真是热闹啊，新剧陆续播出，其中最火的是《躲不开》，不过玉骨遥昨晚开播，相信很快就会霸榜。悬而未决的电视剧市场也是如此。根据最新的德塔文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景气指数排名，《长相思》获得第1名，实至名归。第1名《长相思》这部剧由杨紫主演，是一部古装奇幻剧，也是女主角的作品。腾讯为杨紫开播了这部剧，毕竟她的名气很大，确实有能力接戏。男主也相当豪华，张晚怡属于实力小生，邓为属于拔尖阶层。两人分别是男2、3，都与女主有情感纠葛。还有谭健慈作为特别明星的加盟。第2名《我的人间烟花》，该剧是杨洋和王楚然联合制作的电视剧，是一部现代都市剧。男主角杨洋可以说是偶像中的天花板级别了，毕竟他的偶像很容易爆红，他的颜值一直都在线。虽然现在已经30多岁了，但是保养得当，依然非常帅气。王楚然也是流量小花，两人从颜值上也算很般配。第3名《莲花楼》，这是程毅主演的一部大男主剧，也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男频作品。毕竟作为当红流量小生，他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而且他的古装扮相也确实非常好看。在这部剧中，他是一位武林高手，似乎又可以看到他的武打场面了。同时，曾舜晞、陈都灵的加盟也为演员阵容增添了惊喜。第4名《安乐传奇》，这部剧又是一部古装剧。作为古装剧元年，今年的古装剧基本上就没有停过。不过这部剧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它的演员阵容。3位顶尖高手加盟，这个阵容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组合起来的。迪丽热巴和龚俊为男女主角，刘宇宁为男配角，3个人的粉丝都很多，看来这部剧要火了。第5名《妍心的故事》，该剧由罗云熙、宋轶联合主演，目前尚未完成，正在拍摄中。难得上榜，这次的原因是演技。确实，男女主角都是娱乐圈中演技出色的艺人。03，演员的颜值到底有多重要？看看《玉骨妖》中的任敏和王楚然就可以明白。最后，
鱼孤妖在众多要求下，终于登陆腾讯视频了。自2021年开播以来，观众的期待感十足。没有别的原因，肖战这个名字就说明了一切。作为最炙手可热的顶级小生加古装帅哥，肖战无疑是来拯救当下古装剧市场中的丑男的。他在剧中饰演的男主角打着伞出镜，仙气十足。相信即使时隔多年，回看网络上那些令人难忘的古装剧经典场景，这一幕也一定名列前茅。此外，剧中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比如女神级女演员曾黎、实力派演员何晟铭等。虽然戏份不多，但两人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然而没想到的是，该剧播出后引起争议的并不是肖战的颜值，也不是配角的演技，而是女主角任敏和女2号王楚然。一个女演员的颜值有多重要，看他们两个就知道了。任敏在观众心中一直以出色的演技着称，但她的外表只能算是一朵普通的小花，在《悲伤逆流成河》中饰演学生这个角色还是比较合适的。当听说她要出演仙侠剧女主角，并与肖战搭档时，我不禁为她捏了一把汗。但没想到实际表现却比预想的差很多，甚至还引起了观众的批评。任敏本身五官就很普通，可以说是平庸，缺乏立体感。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刘海的缘故，她的脸看起来又圆又胖。还有一点就是任敏的脖子又短又粗，这一点在现代衣服中不那么明显，但是一穿上古代衣服就立刻变得难看起来。她也不够瘦，远远看去，肩膀又宽又厚，显得相当臃肿。而且姿势确实对气质影响很大，脖子前倾，肩膀下垂。说实话，这样的任敏看上去并不比她身边的小丫鬟更有气质。原著中的朱颜虽然算不上绝世美女，但身为红族公主，她的形象绝对不是常人可比的。任敏来演这个角色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剧中有一场戏，她穿着闪亮的裙子跳舞，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表演，最后连演员石英都睁大了眼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任敏也极力展现角色的灵动和可爱，她常常歪着头装可爱，用大眼睛装无辜。然而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清晰地透露出表演的痕迹。果然，当演员的形象与角色不协调时，演技就无法发挥到应有的水平。但这还不是最尴尬的，被女配角压倒的境地才是任敏最尴尬的地方。当王楚然一出场的时候，我就知道女配角不堪重负的话题肯定会登上热搜。虽然王楚然在人气、资源上都不如任敏，但是眼力好的观众应该能感觉到她和任敏的颜值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吧。王楚然相貌优雅，五官匀称大方，不需要过多的妆容，简单的造型更能凸显她的优点。剧中她饰演的白雪露身穿浅蓝色连衣裙，给人一种冰冷孤独的感觉。明明是个妾，却比妾更有气质。而且这个角色非常复杂，一方面她会不择手段地成为贵妃，但另一方面她也没有完全丧失人性。她的动机都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人气。所以即使被妹妹救下掉进悬崖，白雪露还是毫不犹豫地扔掉了对方的裙子。但如果由一个长相普通的女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这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毒女反派，没有任何特殊的吸引力。不过王楚然饰演的女二这个角色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看着她的脸，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称她为绿茶，却又乐意为她流连。可以说，王楚然这样的形象应该是古装剧女主角的正确典范。她不是女主角，但她比女主角更好。只要把她和其他同框的人对比一下，谁胜谁负就不言而喻了。穿古装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的。如果你长得不好看，最好不要让自己无聊。显然，普通女孩必须扮演古装、童话题材的美女角色。这样的情况恐怕观众已经习惯了。任敏的失败经历只是一个例子。年轻女演员因过度自信而受到质疑，并不罕见。比如周冬雨，她的鼻子和眼睛都比较小，现代装扮有点像小黄鸭，但她要在仙女中扮演3届第1美女剧情剧永恒的绝尘。如果没有胶片滤镜，她的脸甚至不如群众演员那么漂亮。更可笑的是，光鲜亮丽、魅力十足的张嘉倪却只被分配到了周冬雨饰演的坐骑一角。
果然，演员的地位决定一切。但观众也不是傻子，一眼就能看出谁美谁丑。再说了，赵露思，她的五官单独看的话，并不是很惊艳，有的甚至有网红的风格。然而，在《试试看世界》中，白凤熙饰演的角色却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甚至可以用绝世来形容。不但和赵露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除了刻意摆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完全无法展现出角色的亮点。不仅如此，在《长月于尽》中，白鹿饰演的李苏苏有着原著中令人垂涎的美貌，只是她的苦脸太过夸张，与原著相差甚远，没有美貌和滤镜的遮盖，法令纹更加明显。难怪网友称她为普通四姑娘。与陈都灵这个以美貌闻名的女二号相比，白鹿在这方面确实是输了。杨紫也被女二号压垮了，她饰演的燕丹和沉香如片中孟子义饰演的窒息是双胞胎姐妹。两人同框时，身材差距十分尴尬。像孟子怡这样瘦的人，确实比古装中的杨紫出众很多，脸的状态也更好，实在是没有给对方留退路的可能。如果你的颜值不高，最好不要轻易接受古装剧。在这种戏里，演技并不是最重要的，观众更关注的是演员能否将角色形象完美地呈现在镜头前。很多小花只看到了古装剧带来的好处，却忽略了自己的条件，太自信就会被嘲笑。像杨紫、任敏这样凭借实力脱颖而出的女演员，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要一心二意而失去观众的喜爱。